若是想让看到的事情不发生，我这黑石珠链可以破除灾祸。他们可是来自河洛最伟大的占卜师。这个多少钱啊？姑娘，10个金珠。10个金珠啊？这么贵啊？看看，快看看。这是不是遇见了就是缘分啊？姑娘，说得对。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吗？不知道。我刚才看见咱们仨在一个地方买东西，然后买着买着要付钱的时候呢，就发现钱不够了，然后我们就拿出东西赶紧跑。快跑快跑！笑死我了！雨然，你这也太突然了。对啊，你这么拿人家东西不好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这些做生意的都是骗人的，先给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再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们。再说了，不是他自己说的吗？这都是随缘的。我要是给他钱了，那不就没缘分了？不过是生与死2种结果而已。时至今日，我都觉得自己是从上天手中偷了岁月。约我到这种地方来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就算我设下陷阱，就能困住尊贵的铁皇吗？我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。武阳君百里影的母亲？不，那个女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改嫁了。她如今在晋北国生活得很好，好像就从来没有生过那个孩子一样。所以自然会有其他人来代替她照顾这个孩子。这么说来，百里影真实的身份应该是幽影，而她的生父正是前任天驱大宗主幽长吉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今天来，就是想求铁皇高抬贵手。有太多人打听过那柄剑的下落，但是您不一样。苍冥之鹰的枪术在东路或许已经被人遗忘，但是我知道，您是曾经一人击杀16名鹤血，叛离斯达克城邦的英雄。我喜欢开门见山。你既然知道剑的下落，那就请你告诉我，圣剑始终是属于天驱的，它永远不能成为哪个人的私人物品。蜘蛛丝，
原来你是天罗山堂培养出来的杀手。既然知道对手是铁皇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你杀的那些纯国人，只是因为他们也在寻找苍云古齿剑，为了那把剑。难道你连我也要杀了不成？不，是为了我儿子。那孩子再普通不过了，你们非要把他培养成悠长极的继承者，简直是荒唐，可笑。作为母亲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地度过此生。你赢了，杀了我吧！不要以为我会心软，我不是尤长吉，不会怜悯漂亮女人。你的性命对我而言毫无价值。我问你，剑在哪儿？你休想！那是我的陪葬。铁皇大人，西眼。领教了。剑都不拔，你看不起我？你下手可真狠啊！还不都是为了那个女人？什么女人啊？我看是为了钱，不然能下这么狠的手吗？两位爷，别打了，我就是一卖烟的，我憋不住了。两个天驱宗主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，说出去都会被人笑话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。其实我跟踪过你们几次，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私情的。铁皇大人，倒还真是无聊啊。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要杀他，否则他早就死了。那我还得谢谢铁皇大人不杀之恩喽。这个女人，你喜欢的这个女人，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是百里景洪派来的刺客。当年的任务就是尾随悠长吉，悠长吉去哪儿他就去哪儿。那时候
她还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16岁的小姑娘。于是他就爱上了尤长吉。女人嘛，小的时候总会爱上那么个混蛋男人。尤长吉是个英雄，当然了，他在女人方面从来不检点。百里隐，不，应该叫幽隐，就是他和那位晋北的夫人所生。后来他母亲抛弃了他，因为他是弑君者之子。是苏顺清把他带到了下堂，成为了他的养母。这个孩子应该不喜欢这个养母。父亲身边见不得光的女人，可能孩子们都会这么想吧。可是苏顺清把他从小抚养到大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要爱上一个自诩为魏王人的女人？2坛酒。乖，你的酒。这就说来话长了。当年我杀了太师傅维恩。傅维恩是你杀的？是。那时候，帝都正在清剿田区。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积极，我很想杀了他。他每次出行，都会带很多的侍从。走到这一步啊，就好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，马上就要掉下去了，却看到一个绝世美人，真是幸事。可惜我不是你想见的那种美人，我是奉下堂国主之命来处决你的。原来是个刺客。你是要杀了傅维恩大人吗？你猜呢？你觉得我会杀了他吗？如果你杀了他，就要认罪伏法。国主不想卷进这件事里来，但是在下堂的地界上杀了皇室重臣，国主不得不问。你杀人为什么要带着一个尺疤？因为傅维恩喜欢。他总是喜欢一边杀人，一边吹奏乐曲。为了彰显他的风雅，我的朋友在刑具上挣扎的时候，他就在吹奏尺八，乐曲丝毫不乱。我也想杀了他以后，能吹奏一曲。为了显示你的风雅？不。你真是个奇怪的天驱。是吗？人生在世啊，倘若没有理想，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是咸鱼？你长得那么好看，却从来不笑，我只想逗你笑一笑。你看起来不像话那么多的人，既然想吹就吹吧，吹完了我再杀你。有没有想听的曲子？
我不通音律，也没听过什么曲子，你随便。来吧，动手吧，但你要记住我的名字。你要杀的人，天驱武士夕颜。你吹得很好，让我想起了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。你去哪儿？外面那些人，我帮你杀了，就算谢你的曲子。于是，你就出使下唐国。他本不惜杀人，他杀了那些人，才没有人知道是我杀了傅维恩，才能够让我安心的在这南怀城里做我的武殿都指挥使，闲来无事时去济公教教学生。那时候百里景洪在招贤纳士，我又正好有那么点本事。百里景洪不知道你天驱的身份，不知道傅维恩是你杀的，怎么可能知道？百里景洪是一个多么小心翼翼的人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他还会让我带着剑在他身边出出入入？后面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，不露声色。在百里景洪眼睛里，我只是一个在帝都仕官的年轻武士。这个女人倒是很特别啊。是啊。我之前跟你聊过，以你的才华，天下任何地方你都能去，为什么偏偏要效忠百里景洪？你说你就像被一个笼子困住的鸟，而这个笼子应该就是这个女人了。有些鸟不会被笼子困住，总是会冲破牢笼，可还有一些鸟只能在笼子里待着，哪怕笼子破了，它也不知道该飞到哪儿去。
明白了。让那个女人交出苍云古齿剑，我保证她平安地离开南怀城，从此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，除了你。真没想到，你还会做饭呢。一般爱吃的人，手艺都不会太差。堂堂武殿都指挥使，让你的学生看到你在这切菜做饭，还不得笑死啊？那就用粥堵上他们的嘴。你的伤不重吧？还好，铁皇手下留情了。你的手怎么也受伤了？也是铁皇手下留情了。帮我个忙。走。为什么想到去杀铁皇？我怕他对颖儿动手。他说过不会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他是个那么高傲的人，不屑于对一个孩子动手。他要找剑，又提到了颖儿。我不知道铁皇会不会用颖儿他父亲的死去刺激他。这孩子受伤后太敏感了。在铁皇的眼里，这孩子不适合做苍云古齿剑的剑主。这是铁皇让你给我传的话吗？他还说了什么？很简单，他只要剑。他托我办的事，劝你离开。离开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那柄剑不属于幽长吉，更不应该属于他儿子。苍云古齿剑，出世腥风血雨，不出世也是腥风血雨。我知道，你们都希望武阳君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荣光，成为那把剑的主人。可你们想过吗？这样反而是害了他。他现在握不住那把剑，但也许能握住哪个女孩的手。你是他的养母，你希望他握着那把剑，还是握着女孩的手？我守了13年，你让我就此放弃？你不放弃，铁皇更不会放弃。你守了他13年，这血雨腥风的生活，你还没过够吗？能掀起腥风血雨的，怕是将军这样的人才对吧？去年，我在秋叶山城为你买了一栋房子，在山下湖边，
有一扇大窗，正朝着湖面。推开窗子，便是一望无尽的湖水。今日东路暗流涌动，秋叶山城还算平静。我想重新给你做个路证，换个名字，和过去一刀两断。莫非要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你来看望我一下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我的生活了？我不安排，谁来安排？西将军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当初我救你，是因为看你可怜，国主又正好招揽贤才，你又对下唐国有用，仅此而已。我对你没有情，你也不必对我有什么牵挂。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管。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记得你放我走的时候说，我像你认识的一位朋友，幽长吉就是这位朋友，对吗？你觉得我像他，但我终究不是他。你现在还有时间想，但要快，铁皇的耐心很快就耗尽了。就算我愿意走，那颖儿怎么办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他不是他父亲，他没有他父亲的勇气，他也不是你的孩子，他现在是百里景洪的。你想过没有，百里景洪为什么要收养他？百里景洪做所有的事情，都是有所图的。你现在是寄居在虎窝里求生。虎窝？这世上哪里又不是虎窝呢？离开吧，忘记一切。你本该是自由的。你对我说的这些话，是出于天驱的立场，还是出于自己的感情？你曾对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。陪我出去看看紫林秋吧。武阳君，又见面了，请。治好我的手，
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行吗？很抱歉，你的伤我无能为力。什么无能为力啊？你治好过，我还能拿起剑呢。我的能力只能暂时缓解你的疼痛，但无法让你痊愈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这个世上没有人有办法。对有些人而言，死而复生、青春再回，都不是什么难事。更何况治好你的手臂。谁？带我去找他。走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获得总需要一些小小的付出。可以，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国的国主。你们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们。带我去。我们要的东西的确是在这座城里。武阳君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在这座城有一柄剑，它可以完胜世间所有的武器，它是斩铁剑中的斩铁剑。你们是我父亲的遗物。不是，我们希望帮你握住它。握住它，帮我握住它。武阳君，请用茶。帮我握住它。将军不仅粥煮得好，这紫鳞秋养的也是极好的。你一个外乡人，倒成了南怀城里养这个花的行家。依我看，等将军老了，倒是不愁找不到颐养天年的好差事。这我还真不谦虚。在这城里养紫鳞秋，我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了解这些花，我用了10年时间，就像了解和陪伴一个人一样。你看这花瓣纤薄，真看不出是晋北随处可见的野花。野花？可我看它们已经是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了。没人疼爱，就是野花；有人疼惜，才是娇花。我送了你几年花，就是希望有一天，你能来这儿看看。我该回去了。时间尚早。你再多休息一会儿吧，到时候我让西园送你。不了，东宫俗事繁重，离不得人。况且我私自出宫，时间久了，惹人口舌。告辞。告辞。顺庆，每一次见面说完话，你都是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？我想看一次你回头。
告辞。顺清，每一次见面，说完话，你都是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？我想看一次你回头。孙御医都招了。孙御医说颖儿早已受伤，却一直隐瞒伤势。他的右手手腕在战场上被整个贯穿了，等同于残废。颖儿资质很普通，顾家培养她多年，就是想等着有一天她能拔剑而起。右手残废了，她也没什么信心了。一个丧失了信心的人，对我也就没什么用了。据我所知，天驱对于那把剑的传承，并不是靠血脉。国主想要寻找一个对你绝对忠诚又可控的人，很简单，比如姬野，有野心，有欲望，就不难调教。是时候该选拔另一个拔剑的人了。看来武阳君已经想清楚了。治好我的手，我答应帮你们拔剑。能治愈你的人很快就会来。在这之前，我带你去看一看你最想知道的真相。那个女人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。你个哑巴又说话了。这画的是哪儿啊？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枣林中有一个小屋，对面是清静的湖水。看来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啊。也很适合忘记过往。也轮到我看你的背影了。这样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
我今天是来告别的，是真的要离开了，彻底的离开。13年了，希望你和你的秘密，从此能安静的、永远的沉睡下去，没有人能再来打扰你。我知道你不放心颖儿，我也是。不过他们说的对，颖儿不是你。他应该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希望他能早日握住一个女孩的手，平平安安的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这是什么人？你好好看看吧，那就是你最尊敬的人，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尤长吉，你的父亲。铁甲依然在。这不是真的，你不要用秘术来欺骗我。真的只是秘术吗？其实秘术映照出来的往往是自己的心。你难道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世吗？先生，西将军急约此处，是查到了藏剑之所吗？之前我一直不敢相信你，所以并没有把幽长吉和那把剑的秘密告诉你。秘密？对你而言，你自己的身世和你父亲的死，是不是始终是一个秘密？百里景洪是不是一直都是告诉你，是陈月杀死了你的父亲？天驱，很难相信是不是？我们陈月的确向他动过手，但是我们很尊重你父亲这个敌人，而最终在南怀伏击他的人，正是他曾经的伙伴。那些自称是奉行正义的天驱武士团。我不信！天驱怎么会杀我父亲？他们不会杀我父亲！13年前，是陈月势力最大的时候。陈月是一群热爱战争的疯子，是他们一手策划了唐国的分裂，上唐和下唐的战争，死伤了10万余众。当时的皇帝甚至拜陈月首领为国师，一时间，帝都的3公9卿都拜入陈月门下。凡是举国之策，皆需国师御批。所以你们的人成了皇帝供奉的国师？没错，皇帝虽然坐拥天下，但他毕竟是个凡人，说服他并不困难。况且他对天驱早有忌惮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东陆之主，你会允许像天驱这样难以控制的组织存在吗？皇帝如我们的意愿颁布了诏书，天驱感觉到了危机，但是只有你的父亲想要采取行动，所以他带剑入宫，想要斩杀国师。尤长吉是为此闯宫杀国师的。是的，天驱本是皇室最为秘密的禁卫军，皇室赐予当时的大宗主类似监国的身份，每一个天驱的使命和斩铁剑都以血脉相传。但是当时的幽长吉提出闯宫杀人的时候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他，最终他是孤身前往的。你的父亲孤身入宫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，苍云谷尺剑上沾上了皇帝的血。你的父亲成为了弑君者。
但最后，幽长吉成了弑君者，他跑了出来，一路向南，寻求庇护。这么听来，他倒是个逆天的英雄。幽长吉是个大英雄，但却也是个莽夫。当时陈越的势力在朝中根深蒂固，他以为只要杀死国师，就能一举击破混沌的朝局。没想到却引来了陈越疯狂的反扑。他们利用朝中的力量，几乎把整个天驱武士团连根拔起。你的父亲是当时天地间最强大的武士，他背负着天驱的圣剑，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了南怀这个地方。他本来以为这里是他的避风港，却没想到最凶险的伏击被安排在了这里。我不信，这些都是你用秘术弄出来的假象，不是真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背负着弑君之名，天驱武士团如果不杀了他，便是与皇室为敌。然而宗主会做出了最后的裁决。当时的宗主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分裂成两派，一派主张和陈越开战，而另一派则建议向皇室求和，代价是送上幽长吉的头颅。先生当时是保守派。是的。没有人知道那种情况之下和陈越开战会是什么后果，也许是东路政治彻底混乱，那也正是陈越最希望看到的崩离之势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其他6名铁皇联名，以叛逆的名义驱逐了你的父亲。天驱武士团牺牲了他，然而在不久之后，继任的皇帝还是宣布了天驱为叛逆，而那份驱逐的决议，也是一道格杀令。最终，是我在通缉幽长吉的文书上摁下了印徽。大批的天驱武士南下，将幽长吉截杀在南怀城里。父亲！没人说他不是，然而现在在天驱内在的记载中，幽长吉却是一个叛徒和一个弑君者。我们杀死了幽长吉，却没有换来皇室的和解。至今，我们仍像过街老鼠，身份一旦暴露，都逃不过剥皮灌顶的死罪。所以，先生那么着急的要找到那把剑，想重新竖起鹰旗。可是先生不要忘了，苍云古齿剑不是谁都能握得住的。没有把握，我就不会在下堂出现了。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这些，其实只是为了要利用我，让我成为陈越的棋子。所以你的心里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又何必在意被人利用呢？
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，门现在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自己从这个骗局里面走出来。但这一步，只有你自己能够迈出。这就是圣剑所在之地，去握住它。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臂甲，是前朝东陆皇帝赐予的礼物。它和苍云古齿剑一样，本身就是一件魂印的武器。我希望它能够帮助我对抗苍云古齿剑的力量。先生，计划的这么周详，希望如愿。今夜月满，我们启程吧。颖儿，写这封信是要跟你告别。我要离开南怀了，没有带你一起走，是觉得你不会愿意跟我一起过那样平淡如水的生活。剑和你父亲的指套，我都会带走。希望你明白，国主鼓励你继承那柄剑，不过是想要把你当做他踏伐天下的棋子之一。而我作为母亲，却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此生，多些笑容。过些年，如果你的心安静了，可以来找我，在没什么人知道的地方，一起安静的生活。你或许一直觉得我照顾你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，开始确实是这样。可我现在想说，真的希望能有你这样一个孩子。谁啊？这么晚了，你干嘛？这个铃声就是我们的约定啦，以后你们只要听到这个就要赶快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东宫河州县百里祖灵，你和姬野一起来，再有别人，他会死。百里隐。姐，百里祖灵就在前面，快！
这是百里下的祖陵。祖陵？那不就是坟墓吗？百里隐把羽人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但这地方我觉得不太对劲，我们得赶紧找到羽人。姬，这些尸体直接被劈裂头颅而死的，你看他们的武器，都是在格挡时候被劈断的。那么他们的对手，到底是用的什么武器？走，走。羽然，羽然！国主，剑醒了。那我授意去大柳营，让他们出兵，守住南怀各个城门的进出口。快去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是。剑醒了。不用害怕，他们不会真的伤害你们，他们只会阻止一切想要靠近这柄剑的人。百里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居然！稍安勿躁，很快，你们就能见证东路最大的秘密和荣耀。我的父亲曾经是这柄苍云古齿剑的主人。
而当他死了，这柄剑中封印的灵魂就开始吞噬着每一个想要靠近他的，直到他新的主人出现。我的父亲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器，封印着这把至圣至邪的剑。而我将会成为这柄剑新的主人。父亲，可以把剑给我了。那是剑中灵魂的咆哮，每一个新剑主都要经历这一步。但是此刻你有剑的保护，不要害怕，去吧。北辰之身，穹隆之地，奇异奇花无始无终。姐，你们没事吧？百里眼，你看他眼睛，不好，白丽影要被那剑给腐蚀了。快走！我继承了父亲的光荣，但我更继承了父亲的仇恨。我父亲是天驱的大宗主，可最后杀了他的也是天驱。你们都有天驱的武器，那你们就是和天驱有关。今天，你们
就将成为我复仇路上的第一份祭品。苏上公，灵儿，放下那柄剑。世子，快带大家走！苏上公小心，别靠近他。世子，握住它，它属于你。父亲，我不是走我见的人吗？
告诉我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婴儿，你想要见你父亲一面，我带你去。婴儿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婴儿，婴儿，婴儿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在呢。婴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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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婴儿，别害怕，我在呢。婴儿，婴儿，婴儿！世子，世子！铁甲依然在。雨然，吉野，吉野。沈清，沈清，沈清，谢将军，能再见到你，真好。我以为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这就带你走。我们离开下塔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谢将军，你走吧，你走。
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能陪你10几年，也可以继续陪着你，走完所有的路。谢将军，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走，走，走。谢将军。顺清，谢将军，我心里有过你。方才我又去查看了一番，祖陵已全然被毁，3个孩子他们性命无虞，我已经差人送他们回宫去了。也不知道祖陵发生的这一幕，他们能记得多少？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，恐怕难以接受。该知道的，早晚都会知道的。啊。我想圣剑放在这儿实在是太过危险，我暂时保管。过2天我来找你商议。见过国主。情况怎么样？祖陵坍塌，封闭的石门损坏，目前还没有人进去。他们把所有能找到完整的剑都集中在一起了，但似乎没有一把是国主想要的剑。将军事务繁忙，这里就由我来陪着国主吧。
是。祖灵的事儿，只能留在祖灵里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国主，剑已被人夺走，我们还是另作他谋吧。多年以前，我还是个不得志的王子，你还是个复国无望的谋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了这把剑的秘密，觉得这是个机会。为了得到这把剑，我不惜出卖了幽城集的行踪。现在这剑和天下要离我远去了吗？国主，多少人筹谋天下，用的是一生的时间，我们只是浪费了13年，还有机会。封锁整个下堂，绝不能让这把剑离开我的国境。